对对。你明白你的意思。对，好，我们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等一下，我们那个还没开始哦，那个没开始，直播不开始。IG 开，IG 也同步。哇，IG 同步了吗？今天要不让我看一下，好多地方都在同步，对吗？开始 IG， 让我看一下这个 IG 上，IG 我们有上去吗？对，好像刚才有通知，好像说上有 ，IG 应该也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在 IG 上直播了。然后大叔中文今天的直播比较特别，我们有很多平台一起直播，一个是 YouTube，一个是脸书，还有 LinkedIn 也有，LinkedIn 真的也有嘛，因为我们已经破万了，对，还有 IG 也有了，对不对？IG 也有，对然后这个欢迎大家。那我们每个星期一的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都会进行直播，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个主题，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那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啥呀？今天的主题是各位同学常常遇到的困扰。明明我听力就很好啊，我听得懂你们这些中文老师说的。对啊，你们老师说话我都听得懂啊。但是为什么我跟这个母语者聊天，跟中国人聊天，我完全听不懂，或者是看那个中国的连续剧或影集，我根本都看不懂。所以这个是很多同学很普遍的问题。好，那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呢，已经很多同学都上来了，跟大家打招呼吧。这位 Sam 同学 ，Sam 杨欢迎，的朋友。还有 ZZZ 欢迎，早上好，我们是茶叔躲开了最难读的部分，对佳佳你好，还有这个 ear 同学耳朵，你们来自哪里？对，好，那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什么什么国家，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最喜欢哪一位大叔。然后我遇到了学习挑起这种纷争的事情，为什么纷争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学中文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我超喜欢大叔中文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好，然后这个我们就开始讨论今天的主题吧。那这个很多同学觉得自己的听力还不错，卡掉了，但是卡了。这位来自首尔的小杨对，他上有来过，对不对？Olena 也来，Olena 常常来我的直播课对，好，那这个我先问灿叔就是说为什么学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听得懂中文老师说的中文，我却听不懂母语者说的中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有好几个原因，但是我一个人不能说完吧。你说完没关系，我去拿个花生我吃。对，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大家能感受到，其实不管茶叔也罢，我也罢，笨叔也罢，我们相对语速还是会慢一些，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还是会慢一些，刻意的清晰一些，希望大家能听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和中国人聊天，他不会专门为了你慢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不仅慢，而且在这个筛选词汇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最基本的词汇。对，可能说这个很好，对吧？把形容词就是控制在最简单的部分。对，我们都说这个很棒，这个很好，这个很漂亮，可是用最简单的你很帅然后你很漂亮，都是用这种最基本的形容词跟你们说话。然后我们也会故意的把语速放慢非常多。其实我跟两位大叔说话的速度根本不是像现在这样，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其实在跟各位同学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故意把语速放得很慢。所以为什么你听得懂中文老师说话，这个其实并不意外这个是中文老师说话，而且都会刻意的讲得很清楚，发音会很标准对，好，那么很多同学都来了，我们再跟大家打一下招呼这位同学是我们的会员今天终于能及时进来老师的播客了，太棒了！我们是直播太棒了，直播然后裴静欢迎，然后这位是 Michael Jackson，Jackson
瑞明好像听过你的名字，瑞明来自尼泊尔。这么捧场啊！我最喜欢的是变叔，那我们赶快跳过他，我不喜欢，跳过他。谢谢瑞明，你对得起来，我们跟瑞明聊20分钟，你自己跟他私下去聊吧。这位同学叫 Michael，这是美国人，住在上海，目前在上海，看起来长得跟我们时间是一样的，对，看起来是帅哥哦。上海的生活怎么样？对，跟我们介绍一下柬埔寨的朋友，3位老师都很帅，真会说话这个人真会说话。这个我们跟他聊20分钟哦。笨叔，我怎么看笨叔都不动了呢？对，他已经卡了我又卡了。好，这个 Sam 说喜欢听男老师们，那你不喜欢女老师的中文课吗？我卡了吗？你卡很久了，你卡很久，你不动。你不动，现在就是一个静止的画面。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是吗？对，就是你声音出镜了，但是我自己看我是动的，奇怪。你网速有点回来。好，没关系。好，那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叫熟香，来自柬埔寨柬埔寨。好，怎么那么多变数啊？好，回来，清晰了，回来了。清晰多了秀兰欢迎非常喜欢上海的生活好，在台湾没有，只有我在台湾然后灿叔在西安，然后在那个Ben叔在西班牙，对Michael 在申请绿卡很厉害，你要成为你要成为正式的，Michael 住很久了吧，在中国上海的生活太好了。他在这位同学在绵阳绵阳四川绵阳好多同学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对，棒，或在中国生活，或在中国学习。对，这是我们这个来自法国的会员。为什么来一个？我很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好像有点跑题吧。但是欢迎我们的小鲜肉女老师的中文课有口音的压力。应该就是可能你是男生吧，所以你要听我们男生的口音了对，好，那我们佳佳是住在日本的东京，欢迎还有泰国的朋友萨瓦迪卡。哇，好 ，OK， 那这个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我们既然聊到学生有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听得懂中文老师说的话，却听不懂母语者的语速。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听不懂母语者的语速，母语者说话有什么特色，所以会让学生听不懂。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了，这个我们先请Ben叔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如果是上中文课的话，老师肯定是要给同学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对，包括你的嘴型然后你的这个舌头的位置就是会讲的特别的细。但是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其实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嘴巴动作的幅度不是很大基本上不太张嘴，对吧？我们教那个拼音的时候，也可以说话但是很少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张那么大，对吧？除非是我们发生了什么张那么大，但遇到了一些事情。对，普通生活中我们说话这个嘴其实动的幅度很小同意。而且有时候着急想要快一点让对方听明白我们，所以我们会加快语速，甚至会把音连在一起比如说灿叔大家好，他每次都说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学的还可以。你怎么说？来，灿叔来一个。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对更快，对不对？大家好，大家好变大家好。还有，但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说，对，会大家好，对吧？我是笨老师，这个中文这个叫连音，就是把音连在一起了。像这样子会变这样子，这样子。对，所以还有可能有时候会缩一下，比如东北的话，这是什么就会这是啥？你说啥？对，还有这个方言的字会进去我们的说话的内容里面去，所以各位同学在学 HSK 的时候，甚至会发现有一些方言的字，那些可能是东北或南方的人才会用的方言，那所以这也会导致你们听不懂母语者在说话。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那这个各位同学可能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很多电视剧里面的角色说起话来，第一个有口音，对不对？因为中国这么大，一定世界就是全中国各地的口音都不太一样。看我们3个就3个口音啊，大陆北方、大陆南方，还有台湾口音，3种口音。那3种口音又因为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说话的习惯那你很难，你不是母语者，很难去掌握这些不同的用法跟这个语言的习惯，所以这个很正常。这个就像我们学英文，对不对啊？灿叔，我们学英文也有初期的时候一样，我们也听不懂母语者在说什么，我们必须要经过很长期的训练才有办法听得懂。对，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还是要先跟。而且我还有一点，就觉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其实说话也不是那么正式，也不会有时候甚至一句话都不会说完，就跳到下一个观点去了。就是话赶话的话，这个有时候你要是作为不是一个母语者，有时候很难抓住重点。对，我之前其实觉得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话也未必能听得懂对方每一句话，但是能抓住点就行了。抓住点，我们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这就可以。对，所以这个还有很多原因啦，不过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因为中文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语言，所以怎么说好像都听得懂，所以我们母语者说话也没有特别去遵守语法的原则。所以现在其实很少有中文老师在教语法，因为中文的语法是很自由的怎么说都听得懂好，那么我们跟同学们打招呼来，我们直播都在打招呼了但是要读一下，因为大家花时间写，大家你花时间打字嘛，读一下。对这位同学之前待过云南台湾下雪吗？台湾不会下雪，台湾从来没下过雪吗？只有高山会下雪平地不下雪Mary 我们的这个小鲜肉来了Mary 欢迎。有人只听得懂不会说OK 好，然后这个 Michael 同学做的很好，有很多同学就是在总结我们说了什么，我觉得对很好，很棒那个同学是常常听我的课，我知道你在说他Michael 6个月而已，他是博士 OK 好，了解了就是有这个好像外国专家的这个绿卡居住证。对好，今天台湾天气很冷吗？不冷，只是我很怕冷然后孟科好梦幻的名字，这名字好好好像小说里的感觉孟科是缅甸的学生，你的名字取得很好，会起名啊，孟科。对，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好 OK 那我们继续聊一下就是既然我们让同学们了解到母语者说话有这一些状况，那我想学生想听懂母语者说话或者跟母语者交流，这个是一定想要的，对不对？他们学习中文的目的跟愿望就是能够跟母语者交流，所以我们来建议学生可以经过怎么样的训练，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能够逐渐让他们理解母语者说话的速度跟快速的理解他们说话的意思好，我们请灿叔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不好？就是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很多时候其实你不必要每个字都能听得懂，真的没有必要你要和你交流的对象你大概能听得懂，甚至能猜得出来他说什么话，最主要是让这个对话进行下去我们不要过分的纠缠，就是说一定要我把每一个字都能听懂，其实这个很难，因为像茶叔说过中国很大，口音特别多，而且中国人说话习惯像笨叔说的，你看嘴巴不用太大，这样的话说话有时候真的很快，很难听得懂而且我是觉得不要说一般的母语者，就是我在录大叔中文播客的时候，我有时候吞音现象都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确保能听得懂我每一个字，那也不可能你只要确保能大概听得懂我说话就行这是一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第二点，当然你想真的提高自己的这方面的状态，你就只能是多听。我是觉得这个材料的话让笨叔来介绍一下。来就听的话大家也注意，可能你学了一句话，比如灿叔很帅，然后但是呢你学这句话吧，但是人说出来的时候那个重音的部分读的不对的就是读的不一样的话，会有不同的意思在里边。举例来说明一下，灿叔很帅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口音？哎呀，灿叔很帅，
灿叔很帅，对吧？我也可以说讲完就卡了。对，我也可以说啊，灿叔很帅啊，对，他说不帅吗？难道真是的？或者说，灿叔很帅，明明是笨叔很帅。对，这个中文的语气，各位同学可能会学到啊，什么什么吗？灿叔很帅吗？可是你会发现中国人说话不一定会依照这个语法的顺序，可能他们会用刚刚变叔的语气变化来变成意思就变了，对吧？意思就变，灿叔很帅，灿叔很帅吗？我没有听到妈老师，可是他就是个妈的句子，对不对？这个有时候你要必须习惯母语者说话的这种风格跟不同的方式，语法只是参考中文的语法只是参考，而且让你比较快的了解这个中文的结构，不代表我们母语者都会用那个语法去说话对，甚至我们说很帅，灿叔，是完全不按照那个规则就这样子讲话了所以这个会的确是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刚刚这个灿叔提到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各位同学你们总是很希望快一点跟母语者一样说得很地道，说得很流利，然后不断的给自己压力，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母语者经过了几十年在这个环境中学习语言，他中文说的这么地道是正常的，但是你可能才学的中文没有多久，所以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压力，学中文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或者你可能看到很多其他优秀的同学，他说他学了1年半就可以跟母语者很轻松的交流，我觉得那个也不需要去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说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对，因为这些学习者可能有这样的环境，第二个他可能有他自己很特别的学习方法，第三个可能他真的是天才，第四个就是他虽然可以跟母语者交流，但是他可能只会一些表面的口语表达而已，深入的文化跟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什么的，可能他也不是那么了解，他可能甚至不会写汉字，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慢慢来，每天有一点点进步，我觉得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毕竟中文真的蛮难的对，好，这边他说今天听走神了。今天你那个我总看那个茶叔的那个手上戴的东西啊，很酷，然后那个衣服挺像那个是火影忍者的，知道？这茶叔新买的衣服吗？这是我业余的工作，去当火影忍者好，我们跟同学们打个招呼好，我们有来自，然后 Michael 说最大的挑战是听懂电视剧。大概各位同学，我觉得你们在 HSK 第5、第6集之后就可以开始看电视剧来训练自己的听力水平，因为你到 SHK 第5、第6集需要大量的输入，然后才有办法去消化吸收，把它输出出来。看电视剧我觉得或看中国的影集或电影是最好的方式，而且也比较有趣，比较轻松所以我们主要是电视剧有时候看不懂也是因为有这个文化的东西，文化的背景在里边，然后俗语啊这些，对，还有就是你看电视剧的话，里面的角色会有一些肢体动作，那你可以把这些肢体动作也学起来，中国人怎么表达肢体动作，然后怎么样的情节用什么样的谚语或俗语或习惯的表达法，这个看电视剧真的可以学到最地道的中文，非常推荐好，其实我觉得就像不管中国、日本、韩国都挺喜欢拍这种家庭剧的，家庭剧我是觉得很适合学习语言，因为它就每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个台湾的言情剧，对吧？这个言情剧，大陆的那些偶像剧啊，都有。现在大陆几乎职场剧也多，对，职场剧然后各式各样的，所以你们各位同学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戏剧类型。但看现代一点的吧，因为古装片没有点古装片的那个文字不一样啊。古装片可能要各位同学你到6集以后了，因为太多文化的东西跟历史的东西了。对，即使是现代剧，我觉得也应该看半文的那种嘛，文言文的有一点。对，对，太难了。我觉得各位同学还是看现代剧会好一点。看现代剧。好，林子问今天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林子你听得懂老师说话却听不懂
母语者说话。我们今天林要子没有这个问题吧？为什么？林子没有这个问题，他中文说的很好哈。好，这位同学在中国学习，哇，那个钟还用麻将的钟，麻将那个钟，来吧，玩起来，还有玩几圈。好 ，OK， 台湾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不会那么直接，就是含蓄，比较含蓄，而且就是你通过描述一个现象，可能你用这个现象去教训别人或者告诉别人做什么事情，但是你不会直接的说出来啊。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最近看电视剧，就是电视剧里一个老板带着他的下属去买包然后他在选包的时候就说这个包虽然很老，但是我已经用习惯了。他就是其实在暗指，就是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有一个下属，因为跟他共事了很多年，虽然没有能力了，但是就是用包来指人。有时候中国人拐个弯骂人嘛不是他不是骂人呢。对，不是骂人，就是可能会说出来说的太直接的话，觉得可能拿不上台面，觉得还是换一种方式。我想让你做什么，但是我也不会直接的告诉你，我可能就说，比如说我想让茶叔给我买一杯咖啡，我不会直接说，我会说，哎呀，我们在这儿坐好长时间，有点困了，对吧？然后我也不是或者是说，你可以说，茶叔跟Ben叔，你们茶叔你有手套你出去应该不冷吧？我懂了，就是对，就是说，或者说，我觉得Ben叔最近太胖了，我不会说他胖，我说Ben叔你最近这个伙食挺好呀，挺好，我走了。对，然后我们就是说话比较直接，因为我们认为说话太直接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会婉转的拐弯抹角，不会直接去说话。相对起外国的朋友你们可能说话会比较直接一点，这个植入重点那我们是单刀直入，单刀直入我们比较还有一些梗，也就是中国人的梗，我觉得只有中国人听得懂，那有文化历史很多，那就太多了。对，那这个我觉得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初学中文或者 HSK 到4级左右的话，不用太在意这些太过度具有文化性的这种内容。我觉得你们还是接触平常的东西平常生活，像刚刚灿叔说的生活剧家庭剧都是很适合入手的，而且他们用的日常用语也是我们平常在说话在用的，所以你们不要一开始就去接触历史剧或者是那个仙侠剧里面一些法宝的名字你们可能都听不懂，那些神仙的名字可能你们都听不懂了，会给自己很大的挫折感，你就会放弃中文了。那其实是你接触的材料有问题，你应该接触比较适合自己水平的材料。对，好。还有就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中文在不断的进化，每年会有新的词，比如说那个躺平，对吧？对，最近太内卷了，但是出了内卷之后，就突然又发明了新的词，叫做躺平。然后我们在采访上期嘉宾的时候，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现在上海的年轻人他们的状态都很躺。就这个就在躺平的基础上又把躺从动词变成了形容词但是这个很躺又变成了躺平，所以就感觉确实就是有些词它丢了原来的意思，但是它又发展出新的意思，所以每一年都有些新词出来的，很困惑。对，是的。像我们最近发了一个新的短视频嘛，就是教大家语法，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女朋友真难找，我只好当单身狗。就有同学问说，老师为什么不是单身人，是单身狗对，为什么不是单身猪？然后这个同学就说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狗，应该是单身人。老师你写错了吗？我说没有错，这是这个之前很流行的一个网络语言嘛就是单身狗对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嘛单身狗老师我知道了，那女生是叫单身猫我说不是男生女生都是单身狗所以有一些用语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我建议你问一下你的中文老师，其实这些网络用语都是有来的原因，所以如果常用要解释一下，不是说我马上我现在就能给你解释明白，需要给你讲后面的梗到底是什么。
对，然后当你了解之后，有一些这个流行语你也是不能乱改的，改了我们不常用嘛，所以最主要是像你们说这个，我也想起来，就是这个单身狗，我们正常的说法是单身嘛，对不对？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是会用这些什么单身狗呀，或者是有钱的那种单身的钻石王老五呀，或什么啊，这有很多这种说法，对吧？对。那其实我们身为中文老师，其实也有义务告诉同学，不是网络用语的用法应该怎么用，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教同学们说，如果你是男的，要叫自己单身汉，对不对？你是女的，可以叫你单身女子但是我们不会说单身人，你也可以说我单身嘛，对不对？你没有男女朋友，我单身或者你是男生，我是单身汉；你是女生，我是单身女子所以现在也流行黄金单身汉，表示你是家里很有钱、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但是你还没有结婚的男生，黄金单身汉。所以这些用词，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中文老师，他会告诉你这个是网络用语，那正式的用语应该是怎么样，相关的用语又是怎么样。所以其实各位同学，如果你能遇到适合你的中文老师，跟着他学习也是很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就有2位非常优秀的中文老师你们可以灿叔现在很忙好像我也没时间。我们3个就是还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吧，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3位老师都很忙，已经没有办法再接那个1对1的课了。好多同学问我们，真的，但是真的我们太忙了，没有办法接1对1的课。那如果各位同学能够找到适合你的中文老师，跟着他学习，你也会进步的非常快。主要大叔们还是想多帮助一些人吧，1对1的话还是感觉只能帮助一个人，氛围太小了。对，因为我们3位大叔目前对钱都没有太大的欲望了我们是吗？我有，我有啊。其实我也有还年轻，查叔你忘了吗？我要是有时间，我也想多接点1对1赚钱不过我们现在3位都太忙了，那变书课太满了那灿叔现在真的也很忙，他要做一些出书嘛，写文章，又还要经营大叔中文所以大家有机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老师，也要把握，好好的跟他去学习好。感觉电视剧的中文跟日常生活的说的中文完全不一样不是比是跟好。Michael， 我觉得要看你看的电视剧是什么类型如果你看的是历史剧，那肯定不一样那如果你看的是家庭剧，我觉得大概6-7成差不多吧差不多所以这个就看电视剧而且中国电视剧是有个特点的，中国电视剧他们其实都是配音的，他很多都不是那个演员在说话就是专门配音的人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他发音是很清晰的，整体发音很清晰很清楚所以日常生活中反倒是一般人说话没有那么清晰那么清楚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差距而且再说电视剧这个东西，你要看有些编剧他的水平不高，他写出来的这个对话可能也挺别扭，并不是那么自然的感觉。没错。然后所以我觉得电视剧只是一个基础了。各位同学看电视剧看久了，你要以这个基础再去跟母语者交流，至少它会让你不会有这么大的距离，能够比较容易的跟母语者交流。如果你连至少在那个情景，你知道一个中国人可能会说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对，还有就是看电视剧是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人民的想法，所以你需要这个作为基础，了解了这个中国的比较多的用语跟习惯之后，你再去跟母语者说话，你的障碍会少一点，比较容易轻松的交流我觉得学习日常的这个中文最好是和我们大叔们学习。大叔的播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你自己宣传你还笑场对，好，那这个有没有看到我的评论？有看到了好 Paula 同学欢迎好，然后哇好多留言读不过来了，读完可以读我来读来好，这位同学说，我看脱口秀的时候，虽然观众们笑得很厉害，我也懂大概的意思，但还不觉得好笑，查字典了还不太懂那个梗中文太难了。
就有梗，就是梗嘛，有文化或者一些事件等等。对，这个我同意。不要说你们啦，像我在台湾生活，我听了一些大陆的梗，我也听不懂啊，有什么好笑的但是这个就是不同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像我们有些美式笑话，我们不是母语者，我们也觉得不好笑。对呀，外国人笑的东西在里头，外国人笑到昏倒去，笑到不行，对不对？而且有一些梗是有时效性的，可能当下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大家都拿这个当做梗，当做玩笑，但是可能过了半年就没有人讨论这个了，这个梗就不好笑了，就不好笑，对，所以这位同学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就是文化的背景造成的。那我觉得你也不用说我一定要了解，你们要笑我也要了解那个笑的梗，不需要那么去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等等，还有比如说职场，中国职场可能和国外职场不一样。我看脱口秀里头很多时候很喜欢调侃这种职场的东西，老板和员工的怎么样，这些东西因为你们没有身处中国的职场环境，不了解，所以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笑的。当然对于中国人而言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对，还有可能一些相声会谈到婆媳关系啦，或者是这些我们日常生活常遇到的一些主题好，今年代表的新词，这我不晓得耶。今年我刚查了一下，他说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是什么东西？双向奔赴就是不只是我奔向你，你也奔向我，就是我们是三向奔赴，都互相吸引的。对，就是这是现在大陆大的吸引力。你要大陆现在最新的词叫双向奔赴是不是面基的时候啊？就是线下还是讲男女朋友吗？还是网友见面都可以用？这个我得问灿叔，因为好多我也不是很清楚。对还有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什么那个 emo 那个好像就变得很火。emo 哀人什么，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也不懂耶。就我看新的什么，我看林老师是双向，所以林老师很懂双向。明天我们再问你林老师给我们解释。明天我再问林老师我蛮好奇的好，来我们有同学有问题了就是来你们好，老师，我很喜欢你们的播客节目，我没有问题了解你们的中文，但是了解本地中国人有一点麻烦对，就是怎么解决这个 Isaac 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普遍性的问题了。你住在哪儿？你住在中国哪里？我们大叔做播客的原因嘛，不是我们每一期针对的就是一期中国人的问题。那你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对，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我们三位大叔的中文，那是因为我们刻意说的比较慢，然后咬字特别清楚所以这个我觉得各位同学，你想要了解母语者说话，还是要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在上海的话应该难一点，因为上海的话上海人说的话会少一点，对吧？对，那不是更容易听懂吗？这个灿叔应该上海话，上海人呢？对，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会有方言融入了他的说话。对，他说话强调。茶叔，你在干什么啊？你今天吃饭了吗？对啊，就不是茶叔了，就变成茶叔。茶叔，对。笨叔，你有没有女朋友啦？这么叫完，要不要叫一个？给你介绍一个饼干似的，很酥，对吧？对，就是很丝。那这个 Isaac， 其实如果你住在上海，基本上是有环境的啦，就是你多去跟母语者去说话、去交流。其实很多外国朋友在中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你身边有那个环境，那为什么你还是说不好？因为你不想去接触那个环境，你可能身边的朋友还是自己熟悉的说英文的朋友，说不同语言的朋友。所以既然你们到了中国，我建议你们多交一些中国朋友，然后多多的跟中国朋友交流，参与中国朋友办的活动，尽量。在上海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可能会说英语的人，可能看到 Isaac 太多了，他练习英语了，就是虽然 Isaac 说中文，可能那个人回复用英语，这个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可能你去上海的郊区一点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建议一下各位同学好了比如说这个同学们已经在有想要来中国了，对不对？那如果他想要训练自己的中文口语，也想要听懂母语者说话，我听得懂你们三位大叔可是我想听懂
母语者说话，我们建议他搬到哪些城市会好一点呢？就是大家打开那个什么就是中国的那个方言区的地图，然后就去那个官话的省份，那个官话覆盖的，因为其他的方言区就是真的生活中大家讲方言啊，就完全不是说口音了，就是说已经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了啊，不是普通话了，所以可能建议大家就是到这些省份，然后另外就是北京避开大城市，北上广深尽量避开啊，对，避开大城市啊，因为大城市。其实我倒觉得现在中国不管哪个地方，很多年轻人普通话是都还可以的，起码是很清晰，没有那么重的口音。同意，就是年纪再长一些的，可能口音比较重。那得跟年轻人接触。这个同意，就是说最好各位同学你们跟年轻人交流好一点，因为你跟一些老一辈的人，他们肯定说话带着方言。可是年轻人都在低头刷 TikTok 呀，对，所以你要把他手机拿起来，我要跟你扔掉，你直接把手呼在他的屏幕上面。对，你好，对，因为你要在那里生活，你不可能只是在那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工作的吧？一定要有，你肯定会做些什么东西，肯定会和当地人有交集的嘛。对吧？同意，非常好。你哪怕比如说每天早上去吃早饭的时候，那我觉得要去节奏慢一点的城市。如果对，那倒是大城市的话，还是可能没有人愿意停下来说我陪你聊一会儿中文，可能他要赶着去做别的事情。可能西安我们西安对西安真的是不错的。我们推荐一下西安，我觉得可以啊，西安可以。然后东北呢？变出东北也可以，那边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少，但是要小心，因为东北的口音的那个感染力非常的强，非常强。就是你可能会说很多土话，然后东北的话，这个形象在别的省份的印象中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说带有东北口音的这个普通话，可能会被那个嘲笑一下。对，其实我觉得还要你在一个地方方言区待久了，确实你会不自觉就是习得一些就是有口音的说法，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比如说你去做什么呀？建国你记得吗？建国结婚是结婚变结婚啊。那这个你干什么去啊？在东北就是你干啥去啊？你干啥啊？哇，3线城市也可以啊。然后林老师觉得东北口音很好听啊。就很爷们儿的东北来秀将军，然后结婚，然后这个 Michael 说，其实不用担心上海人会用英文回复你，95%还是会用中。对，我觉得啊，是吗？对，只要你表明了你想要练习中文，大家还是会帮忙你啊，所以我倒觉得还好，我觉得倒还好啊。好，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哦，这是我觉得语言这个同学推荐了大家语言环境最好的话是北京、武汉、西安，还有东京。看来这位同学很有经验，南京不是东京，南京。你在这些城市都生活过吗？你最喜欢哪一个？OK， 好，所以这个同学推荐大家这4个城市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我们最后呢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好，来，这个请灿叔念一下好了，灿叔来。学生什么时候应该停止看中文字幕？进阶的学生还应该阅读字幕吗？这个问题蛮好的，是一位老师吧？我觉得我们3位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吧。我们先听听笨叔，你觉得学生应该要看中文字幕吗？看影集或播客的时候？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因为我一直在给同学们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集电视剧看4遍嘛，就第1遍的时候就是只看故事，然后你可以带着中文字幕带着英文字幕都可以，但是你把这个故事看懂。那第2遍看的时候你就带着中文字幕，然后你每一句遇到不会的生词就停下来查一查，你也可以记到你的笔记本上。然后第3遍看的时候带着中文字幕连贯的看1遍，然后看第4遍的时候就任何字幕都不要了，就专注于那个听力。但是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就是需要花大把的时间。但是值得这个变叔说的也是我想推荐大家的。我认为一部值得学习的影集或材料是值得让你看3遍的。第1遍
可以搭配字幕，中英字幕或中文字幕看。比如说第一遍你可以搭配中英字幕看，第二遍你就看中文字幕就好了，第三遍就不要有字幕。一个值得学习的材料，对，是可以看3遍，值得你去听3遍或看3遍的。所以我倒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你们两个其实我是觉得主要你们涉及的是精读，还有就是水平相对还有听力，把听力也考虑到里边，水平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同学。我是觉得水平像这个说的是进阶的学生，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而且他不是精读的话，比如说有泛听的部分嘛，我们也需要泛听，这个时候一定我是觉得要么直接听播客也可以，要么看播客也能看到嘴型也可以，就是因为你太多的只是看字幕的话，到那个程度再不断看字幕的话，你的听力锻炼的能力锻炼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因为你更多用眼睛去捕捉这个字幕嘛。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模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听懂母语者说话，如果你能够通过模仿或影子跟读的方式，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因为你在模仿母语者说话的那个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他们怎么连音的，因为你自己练习了一遍，你知道他们怎么连音，而且你练习惯了，下次当你遇到母语者这样说话的时候，你肯定是会记得他们是怎么连音的。这样子变这样子，你以后都不会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做影子跟读，或者去模仿某一个中文老师或某一个中国明星的口音，你去模仿他，我觉得慢慢的这个挑一个跟你声线差不多的，你不要男生去，达叔那个就说不要这样子啦，对，很奇怪，你不要那个，比如说男生去学那个林老师的口音。然后你不要女生去学茶叔的口音，这样就会声调会很奇怪，声线会很奇怪。林老师的口音我觉得还可以很好听，不是带那种嗲音。对，就是要适合你的声线的你去模仿，我觉得是可以的好 ，OK， 那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很快也差不多了。那这个我们下周抓紧时间给我们点赞。对，来各位同学帮我们点赞。然后我们3位是大叔中文的汉语老师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播客、直播课都很好，欢迎你们到油管的大叔中文去订阅我们的频道，只要打大叔 Mandarin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最近的订阅已经破万了所以希望你们再来多多的订阅然后支持我们。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咯，我们下次有更丰富的主题等着大家。好，那么我们下次见咯，大叔们来过柬埔寨。我去过柬埔寨。下星期是圣诞节。圣诞节播吗？播呀，对吧？我们播呀，圣诞节播，圣诞节好，没问题。播就播了。但是我们覆盖的基本上都是不过圣诞节的地方吧？对，没错。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下次见咯。准时跟大家再见。下次跟大家多聊，拜拜。拜拜，谢谢。